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一辆绿色的特斯拉起飞成功 ，EV6 飞越护栏，最近刷屏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起飞前，轮毂盖已经飞了，这是整个起飞的过程，这是整个飞行的过程，跨越两个车道，空中360度翻滚之后落地。再接下来呢，是飞行员自主出舱。没事，先看一下我在哪。我盲猜一把这位女司机当时的想法，要不先给我来个洗剪吹吧？貌似我这个发型有点乱。此时此刻这样的场景，马斯克是不是应该发文来负责一下这位女士的发型啊？开特斯拉的小伙伴是不是真的有神灵在保佑？为什么 Model Y 这辆车在一次次的创造生命奇迹？发生这么严重的翻滚交通事故之后，司机还能自己从车里爬出来，我想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吧。从现场的视频来看，等到消防队员来了之后，整辆车也没有起火。那在这起事故中呢，周围的车辆受损非常的严重。这位女司机是事故的第一时间自己从车里爬出来了，看起来并无大碍。然而她现在最主要考虑的问题应该是第三者的保险够不够赔这些受损的车辆。这一起事故呢，发生在4月6号昨天下午3点02分，一辆 Model Y 疾驰的速度已经把轮毂盖都开飞了，接下来是狠狠地撞向了公路隔离带。而我们从另外一辆车的行车记录仪上看到，它先是砸到了一辆货车，然后整个车出现了空中360度翻转之后落地。车辆落地之后呢，我们给这位女司机来记录一下她从车里爬出来用了多少时间。我们现在看到路上的社会车辆呢已经全部都停下来了，全部吓呆住了。但是时间到达12秒左右的时候，看到没有？这时候 Model Y 主驾驶的车门已经被打开了。这时候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位女司机是自己从车里跳下来的，而且跳下来的第一时间是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碍。那从近了看呢，特斯拉最近10天内已经创造了3次生命奇迹。3月26号，也就10多天前，一辆特斯拉 Model Y 在高速上冲向了中间的隔离带，直接起飞。最后的结果呢，司机也是毫发无伤，车辆没有起火。第二起事故发生在3月26号申嘉湖高速，一辆 Model 3被2辆大货车夹击，车上有3位成人，1名婴儿，但是这起事故中4个人也全部安全下车。那从远来看，1年前2024年5月，江西赣州同样有辆 Model Y 在街上直接起飞，那结果也是车上人员全部安全。Model Y 掉进80米悬崖，乘客能自己爬出来。酒喝多了把大货车干下马路，司机照样没有生命危险。对向车道飞过来一辆凯迪拉克砸在 Model Y 上，这个坚固的车身照样帮司机扛下了所有。还有那年潮州的特斯拉以198公里左右的时速撞向路边的店铺，结果是司机下车声讨特斯拉刹车失灵。那么特斯拉的车身安全确实不仅仅让我们在5星碰撞测试中能体会到，在我们实际生活一次次的事故中确实也是有目共睹。但这背后所有一切的功劳都应该来自于它这个钢铝混合的龙式车身。它在车身上使用的热成型钢比航母的甲板比坦克的装甲都要硬。特斯拉在昨天的严重翻滚事故中写下了教科书式的标准， A 柱不弯，门能打开，气囊全开，人能下来。还好是现在呀，如果放几年前，这肯定是特斯拉刹车失灵的又一次铁证了。因为就在这件事发生的当天，有一个大的官方媒体就直接发重庆特斯拉疑似失灵了。结果呢，在微博上就被人骂了。有网友询问你是怎么知道刹车失灵的？这个媒体表示是采访了路人呢，有个路人说这个特斯拉刹车失灵了。直到很多当地网友拍到了现场视频，有很多人就表示呢，刹车灯都没有亮过，怎么可能是刹车失灵呢？他都没有踩刹车。从视频的截图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媒体最后呢，只能偷偷摸摸的删除了失灵的报道，真的是无语了。这就是铁证了，特斯拉怎么不像国内的车企一样告他呢？让这些有毛病的官媒啊赔他个500万。再说这个事故啊，有气球工程师表示啊，从这个腾飞的高度和姿态来看啊，车速最起码达到了140公里每小时，这可是严重超速啊。事后特斯拉连夜调取了 EDR 数据，称呢是碰撞前5秒油门被深踩100%，电车加速太快了，这是直接把油门当刹车了，才能有这样的速度。这也导致了单踏板模式又一次被骂上了热搜。不过很多人呢是不买账的，这又不是第一次啊，感觉特斯拉的节奏已经带不动了，没人去相信官媒刻意的舆论引导，这些从3月份特斯拉的销量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再牛逼的车再结实也不能乱来。这次这位女司机可以正常的出舱，还可以整理一下发型，只是有一点点擦伤啊。可是呢，如果她副驾驶有人的话呢，直接就 S 了。因为事后发现啊，有一个钢筋直接从副驾驶穿过去了，这也让很多网友找到了黑特斯拉的角度。
特斯拉是不是选择性的保护啊？只保护主驾位置，副驾驶你就不保护了？这种说法，我觉得只有强烈的人才会想得出来，因为他们见识过呀，国内车型呢骚得不行的操作，尤其是比亚迪在一款车上刻意的减配了副驾这一边的防撞梁啊。目前呢，我是没有看到特斯拉有这样的行为，这也不能怪强类的人。来看看最新的强类车企又玩了什么新花样。这个音响它现在怎么给你修了几次？修了不下于10次了，维保记录里面一次都没有给我开异响的。啊？小鹏 G6 24年10月30号提的车，提车半个月就持续4个车门都有那种共振，就是那种弹簧嘚嘚嘚的那种声音，一直到现在没解决。然后再接着到去年的12月份开始，那个行车记录仪就是间断的无法识别 U 盘。刚开始是说是 U 盘有问题，然后换了几个 U 盘换了也没有用，换了仪表盘和中控台的总成线数之后还是不行。然后说是中控台那边下面不是有个 Type-C 的一个充电口嘛？他说是我充电的数据线导致它的电流不稳定。然后让我把那个充电线拔掉试试看，拔掉之后有的时候还是会出现过一次的，但确实频率下降了一些，是吧？对对。如果换一条充电线呢？比如说我是原装充电线，最好原装充电线。你是原装充电线啊？对，原装的苹果充电线。原装的苹果充电线，那小鹏 G6 就更没有理由这样去讲了。我的电流电压对我的手机来讲，这个充电肯定是稳定的呀。对，而且我前2个月都是正常的。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它不是内置的吗？对，内置的，它是必须得插着 U 盘，然后它才会去录那个视频。哦，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开着没有行车记录仪了，原本停下来是让别人走的3轮车，他自己不小心翻下去了，说是我把他给撞的，还被讹了是吧？对，然后只能认栽，然后赔钱，赔了2000多吧。这个事情就讲不清楚了。这个音响它现在怎么给你修了几次？修了最少不下于10次了，然后每次修就是4个车门，他把那个门饰板总成拆下来，然后那所有的卡扣都给我打了胶，打完点胶之后还是会有，然后 B 柱里面给我塞了硬的那种塑料泡沫垫嘛，但是始终还是会有。有维修清单的已经修了几次了？维保记录里面一次都没有给我开异响的。啊？维保记录一次异响的都没给我开过。那他开啥？他就还车检查。那中间不是还又给你打胶，又给你操作这个那个的，那这都不写在后台里吗？都没有，我问了，反正他们老熟人了怎么样，都已经认识了。什么老熟人？谁跟你认识啊？谁跟你在这个那个的？你同意啦？没办法，每次都得过去修啊。那你这个后面如果说是要涉及，无论是赔付也好啊，关怀也好啊，往后走汽车3包的触发也好，你手上一点证据都没有，啥都没有啊。我只能按照修理，但是我无法触发2年5万公里之内累计维修时长啊。你连累计维修时长都没有，这对你很不利的。他们本来说是给我定了那个门饰板总成，但定了门饰板总成呢，他们说是必须得录到共振的声音才能给我更换。我录了一个，但是他们那边说不确定是门饰板的共振，就又不了了之。但是跟他们去试车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自己完全很响的听到这个声音，但是后面越调越轻了，没有之前那么响。但虽然说变轻了，但是一直在我耳朵边上。就是说有好转，但是因为这个好转，反倒把彻底解决的最后的那一步给堵住了。我现在录不出来了，是这意思吗，周先生？对。来吧，小鹏厂家上线吧。你好。你好，周先生，这台小鹏 G6，我希望你们厂家工程师下来仔细通过自己的耳朵去判断。你现在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已经提取不到相关的数据了，但是在现场负责售后的人自己耳朵是能听得见的。在人耳听完之后，确定故障信息以后，把这个总成给车主换上，看看能否解决。第二，我需要让你们小鹏的售后中心给周先生补开之前所有的维修记录，按照聊天记录、到店时间、监控录像为准。第三，我要投诉这家店操作不当，接车只开还车单，维修不开维修清单，这家店违规操作，投诉他，我要对他做出处罚的。小鹏1月份卖的不是很好吗？那些用户以后如果车子出了问题，正常的去走维修都不给开维修清单的，都在这哈拉哈拉，我跟你老熟人啦，我跟你好朋友啦，我跟你小朋友啦，哪有那么多朋友？第4个需求，关于行车记录仪频繁出现 U 盘无法识别，周先生已经把自己的原装苹果充电线拔下来了。为什么要强调是原装？人家是个原装充电线，那就意味着所有苹果手机的用户开你小鹏 G6 都不可以使用 Type-C 的充电口进行有线充电吗？如果你的答案是当然不是啦，苹果手机用户当然是可以使用有线的充电啦。那么既然是原装的充电线，就是你车有毛病，电流电压不稳，是你的电控有毛病，是你的软件有毛病，跟周先生没关系。
昨天有没有人和你联系啊？主管跟我联系了，给我的答复呢就是2万积分，然后该修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我觉得我这个不认可，因为年前的时候我有提过，他们有问我要什么东西，我说那你先补个2万积分给我，然后这个事就过了。但是他们年前也没去做，然后年后跟咱这边投诉了之后，他说啊，赶紧给他2万积分，让他这个事就过了。车的话该修，只要他来我们就给他修，达成了你年前所想。对，但是我现在不认可了，因为过年的期间出了别的事情了，我觉得我这个憋屈，我不认可。昨天有跟他们提，我说门市版先给我换了之后看看还有没有共振 ，USB 的行车记录仪我可以配合他们去做这个检测，怎么去处理。然后第3个就是我跟他们说，我说我要5万积分，然后因为他2万是年前答应我，还有2万把我自己因为没有行车记录仪导致的那个损失的这个费用，我全部给他折算到里面。门店说他们做不了主，他们要跟厂家去沟通，但是目前都没有任何的消息。他之前针对于你这4个门板总成，现在发了没发？后面修不修？怎么修？什么时候修？因为我昨天我在他们现场我也跟他们聊了，我说你们现在说给我换，那又换不了，因为他们技术主管和钣金中心他们是2个分开的啊，一个是在售后，一个是在钣金中心嘛。售后的那边技术主管我给他录了那个视频嘛，技术主管说这个不是门市版的异响，然后就卡在那，然后说不能给我换。然后我再给钣金中心的那个师傅听，钣金中心师傅说这不就是门市版的异响？那把他俩聚起来嘞，让一个售后主管把2拨人聚起来，然后现场撕完给一个结论呢？对啊，售后技术主管和售后主管都不在啊，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回来。来吧，我们请小鹏厂家上线吧。你好啊，你好。首先第一，他的这个 U 盘的问题，目前只是说继续配合，可是也没说清楚到底该怎么办，没有具体的方案。第二，关于车内的一个共振异响问题，到底是不是门市版造成的共振异响？一家门店2个部门因为不在同一场地，出现2种说法，至今为止没有办法让一个主管把2拨人凑在一起给出同一个结论吗？速度快一点，效率高一些，好不好？明白，我这边会如实记录的。上次节目结束之后，有没有人和你联系啊？过了1天才有人跟我联系吧，说的是就是说换一个听到声音的那个钣金师傅来再做几次检测，然后看一下，如果确实有问题的，那就先换一个门的门市版试一下，如果说没问题的，那就没问题了。行车记录仪这个呢，他们厂家那边说是啊，给我3000积分，再去买一条原装数据线，也没说再有问题怎么办。他的解决方式是让你再买一根苹果的原装数据线，对，然后再赔你3000积分，对，本身还有个2万积分是叠加的，是不是？对，理解你的意思了。那这个谈妥了吗？还是现在还在聊啊？还在聊吧，对于关怀这一块还在，因为他们车祸车损的事儿，他们也闭口不谈嘛。反正现在除了维修方案的话，暂时反正就默认先这样子修嘛。反正别的我再跟他们去聊一聊。行，那就这样吧。我等到这周快结束的时候，我再来问你一下。如果车子要是彻底修好了，你跟我讲一下，那就只剩下关怀了嘛。如果是车子他们修都不会修的话，后面我们再说。自己生产的车自己都修不好，这是什么车企啊？真的是醉了。最近呢，还有一个惊天大瓜，国内媒体都是闭口不言啊。就是在国外，一辆车呢，因为电磁辐射可能被禁止销售了。原因是国外的检测机构啊显示，这款车的电磁辐射强度超标了16倍，某国暂停认证。原文显示呢，该车辆显然不符合法规。附件第3、第44条，联合国规则第10号中啊，规则规定，电磁辐射干扰这种差异会导致车辆的电子设备或其他设备使用出现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导致相关系统出现故障等等等啊。作者也做了详细的了解，说啊，这款车是在乌兹别克斯坦里查到的。乌兹别克斯坦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文件规定呢，检测之后啊，这辆车的电磁辐射超标16倍。当地的这个经销商也回应了政府啊，但是呢还在查，目前还没有结果，感觉有点熟悉啊。国内当事车企对这件事没有一点反应，这是在电动车刚兴起的时候呢，国内就有的现象了。有很多网约车司机呢，就说自己掉腿毛啊，还有其他的什么奇奇怪怪的现象，因为这个电磁辐射导致的。后来央视就搞了一个实验，结果证明呢，没有电磁辐射，电磁辐射都是正常的。再后来就没人说这个电磁辐射了，在当时嘛，央视还是有一点点信用度的，现在基本没有了。这次国外又搞出来了电磁辐射问题，我看啊，墙内也不会有多少人关注了。但是我可以说啊，不管有没有，这绝对是国内车企出海翻车的先兆了。出海失败的先兆更明显的原因呢，应该是最近的关税问题啊。美国不是在搞什么关税政策嘛，全球股灾呀，这个是真的是最直接的了，堵住了中国汽车出海的潜在市场。
进而加剧了中国汽车国内市场的内卷啊。最终结果是中国汽车的洗牌将提前，加速会更快啊。换句话说呢，一大批亏损不起的中国新能源车企啊就倒闭了。也有人会说啊，中国新能源车压根儿就没有在美国销售啊，就算美国把关税提上天啊，也不会影响中国汽车品牌啊，这就显得低级了啊。这次关税壁垒大作战可能会引起全球效仿的，这些中国汽车海外市场呢，它也会提高关税的，还能卖到哪里去呢？搞什么内分泌的话呢，现在国内经济已经半死不活了。前几天官媒还发了个什么国内消费水平稳步提高，还不是一样被骂惨了吗？全网都是在嘲讽。哎呀，我好像没有提高，我感觉我也没提高啊。加上4月初啊，上面还搞了一个整车央企的战略重组计划，这就已经很明显了。央企都预计自己呢快挺不住了，那些还挂着尿不湿的新势力啊，估计离倒闭就不远了，到时候可能会非常的好看啊。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谢谢观看，拜拜。哎呀，有没有油车那种自驾？不知道自驾的我不明白，我岁数大，我不懂那些玩意儿的，自不自驾没用。说白了，不是，就是你要是愿意自驾的话，你就直接坐大巴，你直接坐公交，你就我那一坐，有人给你开车就完事了，都不用你雇司机，比自驾还牛逼。你就上车你就睡觉，你知道不？啊，我不睡觉，不睡觉，开车就是讲究一个驾驶感受，你知道不？我是你就是那个你啥？你开车就是一个驾驶感受。但凡要是图一自驾，也不会坐公交了。公交有人给你开车，你就那一躺就完事儿。